大家好，我是云飞。很多人问我小米14它的这个拍照应该怎么拍，因为它在专业模式这边新增了一个可以自己调制的一个滤镜，有非常多人想要知道这个怎么用。我们今天就来到了江阴这边的一个教堂，来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调到合适的一个滤镜，从而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质感。来，我们的随摄影更进一步这个系列，请一定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开始。在正式开始拍摄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专业模式里面这个自定义饮料风格是什么样子的。我先来教大家里面每个参数的一个设置情况。我们先把所有的设置都还原了啊。我们正常拍照的话，它就是这么一个参数。我们调到专业模式，首先饮料它就是一个徕卡生动或者徕卡经典，它一个饮料浓度的一个调整，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对比度它是没有那么强的，然后另一个是对比度重的，同时这个阴影部分会一直加强，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很好的理解。在这个场景里面，我肯定是要把它调到稍微强一点点，因为明暗关系是影响一个照片质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然后这个色调冷暖调，这个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冷它就是会偏蓝，暖的话它就是偏黄。你看这个场景它就会明显会很适合暖调，所以我把暖调停在这边。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清品，清品它一个主要是青色，青色它就是阴影那边会偏蓝一点，然后整个色调它会偏蓝偏青。然后品色的话它就是偏洋红，大家看得出来吧？这是洋红，这是青蓝在这个场景里面，因为我们前面它是暖调，然后后面的话我是会选择清调一点，因为这个样子橙色和这个青色它会有一点互补，所以它就会有电影的这种质感。细节质感的话，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可以调的接近相机，你没有一点细节，就是它不会有过多的锐化，然后也可以调的锐化一点，这个看你自己的喜欢。我是稍微拉一点点就行了，就这样子。现在已经调好了，对吧？调好了，我们可以再和我们的原相机来对比一下。原相机是这样，然后我们调好了是这样子。然后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它窗户那边它是会有阳光的，在这个曝光补偿这里选择我们需要的这个明暗度倾向，明暗度倾向负就会降低整个画面的明度，正就会加强整个画面的明度。这个看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在这期视频里面应该会全程应该是会保持一个负的一个明暗度，因为我看的电影教堂什么的，它想要有一个不错的氛围，基本上它是一个暗调，所以我们今天视频的调调主要是定在一个暗调的倾向。那我们现在开始。拍一张看看，先找一个好一点的机位。不论什么场景下，咱拍摄的时候遇到这种比较宏大且对称的这个建筑，咱们直接先对称拍摄一张。我现在调整的是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不调整的话，直接拍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这样固然也很好看但是我们这样调一下，它是不是味道就稍微的上来了一点呢？像这种场景，我会觉得它现在这个高光有点太亮了，我们稍微的减一点点曝光，这样拍摄一张就非常的有味道咱们今天就使用那一套的
预设来拍摄这一整张的照片。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这样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味道的差距，你会喜欢哪一种呢？在那边它有一个光影，还是一样的，我们直接减一点点曝光，这样拍摄一张。同样我们用这个拍一张，大家就知道影调的一个质感它是怎么来的。这是同样的一个手机拍摄出来的东西啊。然后像它这个，它是地面是用的这种瓷砖，我们就可以稍微的低一点点，然后利用地面的倒影来拍摄一张。这边我感觉还得要重新调一下。现在那边刚好有一个阳光。当然，在拍摄中最多的其实是在寻找方向，寻找一个合适的拍摄地点。就比如说下面这个灯的质感，我们切到3.2倍，缩小一点。这个质感已经非常棒了，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再稍微减掉一点点，让它的这个光影更明显。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一张，绝了！我们使用正常的拍照也是可以拍的，不过是要点它一下，然后把小太阳往下拉成这样。光影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影调它是会差的非常多。这里感觉能拍的也没多少地方。我感觉这个纵深感非常不错啊。同样的，我们还是压暗，还得直接用外部给它做一个框架。这个角度这样拍，隔壁的对面的那边的这个窗户也挺有感觉的啊。你这样，你坐过去吧。好，那等我拍一下这张。对。适当的安排。好，大家先看一下对面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栏杆这里，它是有一圈这个轮廓光的。我们调到专业模式，我们刚才调好的，你就看，我靠，绝了！但这个亮度会稍微的暗一点点，我们可以稍微提高一点点，
教堂是真的挺适合拍这种暗调的，至少我这个江阴的教堂它是这种情况哈。这个角度，这种纵深感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切换，哇哦！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对焦切换到远方，稍微侧一点点，这样子，然后远处。同样的，我们是用原相机调整一下，然后拍摄一张。同样都非常有味道啊，但我更喜欢我自己调的。当然，它也不是万能的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调好的那一套预设，在这个室内教堂的室内，它拍起来是感觉是非常哇塞的，很有氛围感的。但是在室外，我拍一张给大家看，也挺 OK， 但是，就有点，我个人来说，在室外是觉得这个风格不太 OK。就是说，我们调整的这个预设，它得符合当下的那个场景，每个不同的地方，我们都需要自己去调整不同的这个参数，以求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预设怎么调，我们还要知道这个预设为什么这么调，为什么需要调这些参数，从而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继续，这个是室外教堂的一个感觉，这个是咱们调整过的，然后这个是原相机拍摄的，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啊，但是我们调整过的显然质感依然会更好一些。然后下面这张也是，同时这种调整会比较适合室内的拍照啊。咱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实物的拍摄，相比之原相机来说，这个质感是真的提升了很多啊。同时这个时域的话，我感觉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因为今天我们的拍摄就差不多结束了，你觉得整个拍摄下来你有没有收获呢？我们使用专业模式可以调整到不一样的氛围，可以调整到这个不一样的影调，但是要注意一个点，像今天这种我们调的这个范围比较大，就是我们动的参数比较多的一个影调，它基本上只适合于特定的场景。就比如说我这个影调，它就只适合于今天我们拍摄这个教堂里面内部的一个情况，就算是换到室外，你去拍摄，它这个效果没有室内这么强的。它主要是在特定的一个范围，就比如说室内，然后这种光线，然后这个时间这个亮度，建筑的这个风格，它会比较适合，从而得出类似于，就我个人觉得是挺有质感的，不知道你们觉得反正每个人有不同的审美。你不仅要学会调我今天这个色调，你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天气、不同的色调，然后还有你自己想表达的一个风格，去表达的一个情绪，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感觉。我今天这个调整的这个风格，是基于我脑海里对于这种教堂的一个印象吧，就一个影视作品里面的这么一个印象，它可能就是偏昏黄一点，然后暗一点点，然后对比强烈一点，然后有这个阳光洒进来，然后窗户散发出这个浓烈的光，我个人是这样一个感觉。希望本期视频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了解小米14上面的这个风格化滤镜，这个可以自己调嘛。虽然它给的这个范围不是特别大，给的参数也不是特别多，但依然我们如果学会了，我们知道怎么去用，依然可以调出非常不错的照片。那么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内容可以帮助到你的话，记得点个赞，投个币最好的话就是来个3连，我会非常高兴的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